有些安眠药就算是吃了是没有效的，所以我们要如何透过香味让自己平稳好睡觉？针对就是好睡的精油有蛮多的植物，像这个。所以它的味道啊，也是一个很沉稳的味道。睡眠的部分，我就会建议就是连续6个小时不间断的熏香。杏仁核它比较特别，是它掌管的情绪是比较负面的情绪。味道其实是可以影响杏仁核的，不要那么过度活化吗？透过嗅觉，也许可以让我们的不好的情绪会慢慢消退。精油就好像中药，就是我们说它是液态的中医，它一样就是帮助人达到平衡。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为什么香味可以帮助到睡眠呢？医学上发现，植物萃取出来的精油里面呢，它含有一种成分叫做倍半萜烯。那这个脑袋里面呢，就有这个血脑屏障，就是血脑屏障呢，它就是血管跟脑袋之间存在一种它可以选择性阻止某些东西进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屏障。那例如说有些安眠药啊，它就会被挡在血脑屏障的外面，所以有些安眠药就算是吃了是没有效的。所以就必须要增加很多倍才会有这个效果。但是这个倍半萜烯呢，它可以直接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然后直接呢影响到我们的视丘。那这一块区域主要是主管自律神经、荷尔蒙还有记忆力的部分。它也会让氧气提高，改变人的心情。那所以我们要如何透过香味让自己平稳好睡觉？今天我们欢迎芳疗师魏承轩，承轩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承轩。听说这个嗅觉啊，它其实可以影响到人的心情，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制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呢？精油的萃取分子性比较小，所以它可以穿透。那再来，为什么我们闻了之后会觉得心情放松、好舒压、好舒眠？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人体有5个感官嘛，这些5个感官里面啊，最特别的是嗅觉，因为唯独嗅觉它是不用经过视丘，它可以直接穿到大脑皮质里面的。就像我碰你，你碰我，我们可能要0.9秒才有感觉，但是我们闻的气味0.12秒就会有感觉传达到大脑皮质。所以小 baby 还什么都不知道，眼睛还没看到的时候呢，他就光闻那个味道，他就知道那个是妈妈的味道，对，就感觉到这样子妈妈的味道。所以嗅觉反而是我们最快能够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对，然后像透过嗅觉的话，其实传达到大脑皮质就是有2个大家比较可能听过的，就是杏仁核跟海马回。对，刚刚主持人有说，记忆，对，像我们高中毕业就会到外地去求学，那我们在外面可能闻到卤肉摊的香味，就会说哇，我好想念我阿嬷卤的卤肉饭，那个味道是永远都会记得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味道它可以影响到一个是海马回的这个部分，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记忆的部分，杏仁核，对。那杏仁核是做什么的？杏仁核它比较特别，是它掌管的情绪是比较负面的情绪，例如可能是悲伤、忧虑或自我控告、怀疑、猜忌，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情绪在杏仁核这边掌管。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导致轻微的忧郁症。那在学理上的话，就是他的杏仁核是非常活化的，对，所以杏仁核很活化的情况下，就会让人家产生更多的悲伤、愤怒的情绪嘛，所以就是忧郁症患者比较常见到的。那再来，像我们女生自杀死亡比例第1名的是产后忧郁，其实这个部分啊，文献都有报道说，生完宝宝之后，我们的杏仁核它会变大，不可逆的。你会说，那我变大了，膨大了，我可不可以消？不会，它不会消，它是自然的生理状态，对，它就是在杏仁核的这个部分会这样。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我太太怎么变了一个人？可能只是几句关心，有吃饱吗？太太就会讲，怎样？我奶不够哈，没有把你儿子喂饱对，就会有一些自我控告的情绪产生。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杏仁核过度活化。台湾在北部这边比较有1、2间医院有开始有芳疗的门诊，它主要就是透过味道去做一些精神上的调节，例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的部分，或者是刚刚我说的情绪，或者是今天讲到舒眠不好睡的部分。其实常常很多人问我说，承轩我睡不好，你可不可以帮我调配一下让我好睡觉的精油？我都会第一个问你有熏香机吗？因为你会说，那承轩什么味道可以让妈妈放松？其实
他喜欢的味道就好了。对，有时候我们说薰衣草放松，可是也许他不爱薰衣草，对，也许他喜欢橘子，也许他喜欢佛手柑，他喜欢很阳光的味道。那他喜欢什么味道，我们就给他熏香什么味道，都会直接经过嗅觉到大脑皮质，直接到杏仁核，去让它达到一个放松舒缓的效果。味道其实是可以影响杏仁核的，不要那么过度活化吗？应该是说，因为我闻了心情会很好。当它在活化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慢慢去达到平衡的。透过嗅觉，也许可以让我们的不好的情绪会慢慢消退。对，所以其实精油并不是说它可以取代医疗，但是精油就好像中药，就是我们说它是液态的中医，它一样就是帮助人达到平衡。那想到就是说放松啊、舒眠，当然真的对我来讲，第一个还是薰衣草。对，而且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薰衣草的这个味道。是，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这个薰衣草真的有很多不同品种的，是每一种薰衣草它都可以达到这种放松舒缓的效果吗？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沉香醇，那个成分就会让人达到放松。像在医疗报道可以找得到一些文献，它就是说，当我们熏香薰衣草的时候，熏香1分钟，我们的心跳可以减缓6到10下。是，对，会让心跳减缓，就表示会比较不会那么急嘛，就会比较放松一点。上次我闻到一个味道，我一闻了以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适合晚上要睡觉前就是收敛心情的味道，就是乳香。其实乳香的话，在基督徒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在马槽诞生，然后3博士来献祭3宝给耶稣3个宝物，其中一个就是乳香。乳香它跟薰衣草就不一样，它萃取在树皮的树脂，它是用刮除，然后它的树脂长得就像冰糖，但是它的颜色是比较偏黄黄的、结块的，像结晶的物体那样子，然后再去萃取成油。精油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利用植物的特性，然后去对应到人身上的需要。之前上一些心理学的课程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心情不好去抱树。就会有对大自然很神奇，就是你抱着树的时候，你就会达到放松、很安定、很安稳，好像是你在抱它，可是它也怀抱着你。对，那我觉得乳香的部分，它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树皮嘛，所以还有一个木质的香味。那木质的香气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是只要是木质香气的这种香氛都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对，我觉得大部分木质调是好多人都可以接受，而且也会喜欢的。那我觉得这样可爬说明为什么我每个礼拜都去阳明山爬山的。我真的是每个礼拜上去爬，但是我不会想要抱树，因为我很怕树上那些毛毛虫爬到身上。对，但是呢，确实在森林里面，就是整个人就会觉得比较沉静下来。那如果说舒眠这件事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薰衣草啊，讲到乳香啊，那还有没有什么精油的香氛味，其实是可以透过香气让我们觉得比较好睡觉的呢？针对就是好睡的精油有蛮多的植物，像这个岩兰草，它也是扎根很稳的草，应该说它的根很深，就是因为它很稳，那它很沉稳定，所以它的味道啊也是一个很沉稳的味道。对，特别可以闻一下。好，对，我觉得可以吸得好里面，真的很深的感觉。对，像这个岩兰草，它也是被大家认为说它是可以好放松的。那当然也有复方的精油。刚刚您推荐的这些精油，其实如果说想要跟薰衣草搭配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搭配在一块的吗？可以。睡眠的部分我会建议是熏香嘛，透过嗅觉。那可能我们可以刚刚说的薰衣草3滴，然后岩兰草3滴，在熏香机里面。那我就会建议就是连续6个小时不间断的熏香。那其实如果这6小时你有很深层的睡眠啊，其实已经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睡眠了。讲到好不好睡觉呢，其实温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说手脚冰冷的话，怎么样都会睡不着。在采访中医师的时候，他会建议我们说，如果手脚冰冷的人的话呢，其实睡前可以泡脚。是，对。那我就想说，除了泡脚之外，其实加一些什么样子的香味，其实也可以帮忙增加这个身体比较暖和呢？我会建议可以用生姜，还是对生姜。之前有分享过的冬青，其实也可以，因为它就是有温热的效果在。不管你是泡澡或泡脚，其实以往你们的泡法都会怎么做？滴在那个水里呀。对对，大家就是滴，然后这样拉一拉，对不对？对，一个蛮浪费的。对，除了浪费以外，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其实不太好全部被吸收到，就是精油不太好全部不太好被人体吸收。对，因为其实有水
水不相容，所以它还是大颗粒变小颗粒而已，大油变小油而已，它还是粒粒分明的飘在水上。那其实我们的做法会先涂抹，对，假设我想泡脚，我就先把生姜油涂抹在我的足底，涂抹在我想要被舒缓的地方，再泡下去。它其实这样子是第一个不浪费，因为完全就被身体吸收。那你泡下去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它就是油水分离的问题，它会粘在你的身上，对，它就吸附。对，那加上热的关系，它的导入会更透彻。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对，我曾经就是抹了我很喜欢的精油香味，然后抹完之后去泡澡，我真的就是汗用滴的，一滴一滴一滴，然后我就哇，好神奇哦！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真的是很有效果在。怎么可以通畅你的毛孔？对，直接通畅。我平常就是个好睡的人，但是当天就真的完全就是沉稳这样子。我通常会觉得就是酸痛舒缓了，其实它也可以作为保暖。对，所以就不一定只能局限在这2个味道，因为我真的很怕姜的真的、哦。所以不好呢，其实我们常常会讲到说，还有就是吃太饱啊、太晚吃啊，或者是胃胀气啊，这些也会让这个睡眠的状态不太好。是，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医师常常都会教大家做一些按摩的手法。按摩的时候，如果多增加一些什么精油啊，或者是乳液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像肠胃道的部分的话，在精油里面就是有一些种子类的精油，我们说的种子可能是香菜。香菜算种子吗？香菜不是菜吗？对，就是香菜的种子。OK， 对，像八角，对，那种卤味。对，所以这些种子类的精油啊，它其实很适合用在肠胃道。特别对，香料类的。香料类跟我们的肠胃有关系，跟吃也有关系。可能就是跟吃。对，像我有时候带大家记，就是种子就是1颗嘛，那我们的胃也1颗。所以我就都会说，种子类的你们就用在肠胃道，像这个复方精油，它就是比较多有香料的味道。香料，你可以闻闻看，主持人可以闻闻看。其实它就是 NC 有吗？就是 NC 味。我不喜欢 NC， 但是它完全对我来讲，它没有 NC 的味道，所以它是好闻。那其实这个的话，我们就会加一点基底油。然后加一滴这个复方这支精油，种子类的精油，我们就最肚脐为中心点，然后顺时钟的环绕。对。那通常刚刚主持人有说按摩手法嘛，其实我们就是照肠胃道的排列顺序去按摩。对。那我会建议我们是要平躺的，因为平躺的时候你才比较深的压得到肠子，就像我们乳房自我检查，你坐着它是。乳房是下垂，你也摸不到主要的地方，所以你可以躺着这样摸。那肚子也是一样，躺着。肠子的部分我们就是我们就升结肠、上升、横结肠跟降结肠、下降，然后乙状结肠就是甲乙丙丁的乙，那个乙状结肠我们就会在下面画一个倒乙，然后就是这样重复。像我自己也是有时候就是贪吃，对，已经过了8、9点了还想要吃东西，可是睡觉真的太胀的时候，我就会利用带一点精油，然后自己做缓刑的按摩。好啊，今天真的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在做这一集的里面，我才知道说，我们都知道香味可以让人家心情变好，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它是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脑的这个情绪上面的部分。所以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忧郁症啊，想太多啊，或者是压力很大，真的都可以帮自己准备一些香味，而且你刚刚说好闻的就是好的香味，喜欢的就是你的。好啊，那今天非常谢谢陈璇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